你竟敢在办公室吃泡面，这个月10万的项目奖金洗白。我二货嘛，好多哎，10万！我为了还了3800万的单子，熬了3个通宵，改了17版方案，现在就因为我吃了1桶泡面，你就要洗白我10万奖金？根据盛恒科技员工行为规范第10条，办公区域内严禁使用气味浓烈的食物，违者扣除当月绩效奖金。现在是凌晨3点，我为了看方案，我的前胸贴后背，我不吃泡面，能吃啥子？我不管啥子原因，制度就是制度，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好，既然你恁个喜欢制度，那从今天起，我就严格按制度办事。新来的吕总监，新官上任3把火，竟然去找裴总立威。公司全年4个亿的营收，光裴总手里那83个核心客户，就硬生生砸出2亿6千万的业绩。找裴总立威，那不是茅石头打灯笼，找死哦！裴爷，你给我站到！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接手你所有的项目。随便你。宋经理，你想耍嘛？我都陪你耍到底。8年了，我为盛恒拼了8年，不是让你恁个践踏的。游戏开始了，我会让你晓得，盛恒到底哪个才是顶梁柱。赵总、王总都来找我了，看来宋经理已经开始想对接客户了。老大，你真就恁个走了吗？那可是10万块啊！宋经理这女人疯了，她扬言要接管你手里所有的核心客户，你要是不在，华瑞那3800万的单子肯定要黄，公司损失这一坨就大了。既然霍元洲纵容这条哄酱的疯狗咬人，那我就让你们看到盛恒科技到底是哪个才撑到。8年了，是时候准时下班了。打卡成功。老大，你今天居然踩点儿来，你平时不是早上7点就到了吗？从今天起，按规章制度办事。裴岩，跟我斗，你手里的资源从今天起就是我的了。喂，盛恒科技运营总监宋经理。你算啥子东西？裴彦人呢？叫他立刻来对接。你算啥子东西？裴彦人呢？华瑞那3800万的盘子，今天必须定下来，叫他立刻来对接。赵总，您先冷静，我是盛恒科技新任运营总监宋经理。裴总监因为违反公司纪律，目前正在接受内部处罚。从今天起，您的项目由我全权负责对接，您可以把诉求直接告诉我。纪律？老子不管你们啥子狗屁纪律，我只晓得没有裴岩，这个项目你们盛恒科技1分钱都莫想拿到。赵总，请注意您的言辞。我们盛恒科技是正规大公司，靠的是完善的制度和流程运转，绝不会因为某一个员工的缺席而影响业务进度。我完全有能力处理您的项目。放你娘的屁！啥子狗屁流程？你懂我们工地图纸吗？你懂工期节点的安排吗？你知道2级工程有几个拼弱点吗？少拿你那套虚头巴脑的东西来唬我！你简直不可理喻！去把霍元洲叫来听下你的蠢话，限你们10分钟内让裴岩滚来给我回电话，否则合作取消。好你个裴岩，原来是在这儿等到我的，想用客户来压我。我倒要看哈，离了你，盛恒科技是不是真就转不动了？丁，打卡成功。老大，我的亲哥，你可算来了！昨天下午赵总找不到你，把电话打到我这儿，骂了整整半个小时啊！哦，他骂你啥子了？他问我方案啷个还没过终审，还有恒安通讯的孙总也找你，急得要命，说有个紧急变更要沟通，电话都快打爆了，我二货嘛！华瑞的方案我放共享盘了，你自己检查一下格式。至于孙总，我没空接，没空接。裴岩，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得罪我宋经理的后果。裴总，华瑞地产的终审汇报定在下周1。赵总那边的沟通，赵总的微信你有噻，你直接联系他对接。啊，可是这个项目一直都是你定的，赵总也只认你这个人啊。那就让他认识认识你，反正我现在是违规员工，态度恶劣，屡教不改。万一我跟赵总吃饭的时候又泡了一桶面，再扣10万，我可倾家荡产了。裴岩，你这是啥子态度？让你正常对接客户，你在这里阴阳怪气啥子？你眼里还有没有一点大局观？宋总监，我是严格按公司的规章制度办事，啷个就没得大局观了？好一个规章制度！
客户急着找你，你作为核心项目负责人，连客户电话都不接，这就是你的制度。根据公司制度第3章第1条，员工在非工作时间有权拒绝处理非紧急任务。我9点上班，有问题吗？那现在是上班时间，恒安通讯的孙总找你，你为啥子不接？因为孙总打电话一打就是1-2个小时，我9点上班，接完他的电话就该去午休了。请说，你帮我回下孙总，就说我最近比较忙，有事让他直接打公司客服热线。裴爷，你疯了吗？那是3800万的大客户，你让他打客服热线？宋总监，不是您说公司靠的是制度，不是个人吗？一切按您定的规矩办，有问题吗？好得很，裴爷，你长本事了，我看你能嚣张到啥子时候？老大，你真要把天捅破啊！老大，你到底要干啥子？你是不是已经找好下家，准备辞职了？没有，我在这儿干得恁个好，辞啥子职？那你今天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我就是想通了。老秦，我加了8年的班，有1年大年30，我在机场候机厅给客户改方案，你记得吧？记得。还有一次，为了拿下赵总的项目，我陪他喝酒喝到胃出血，半夜被救护车拉进医院，你也记得吧？记得，那次差点要了你的命。结果呢，我为了公司的业绩拼死拼活，最后就因为加班到凌晨3点，饿了泡了一桶泡面，被扣了10万口提成。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周末双休，节假日关机，不接客户无理电话，不陪客户喝酒，绝不做任何超出职责范围以外的事情。你这是在报复公司？别冤枉我，我这叫严格按照公司制度执行。宋总监不是最看重制度吗？我这是在全力配合他的工作。喂，钱总您好，我是盛恒科技的运营总监宋锦宁。裴总监最近工作调整，2期项目的事以后由我来跟您对接。换人？你们裴岩呢？他目前不方便。钱总，关于2期项目我已经看过了资料。看过了资料，那我问你，2期系统的底层架构接口，你们打算怎么跟我们现有的老系统接口？这个底层架构的接口方案，我们技术部门正在什么？裴岩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的架构图，你跟我说正在？宋总监，我不跟你废话，让裴岩来找我，别人我不认。喂，陈总，我是别跟我扯没用的，让裴岩听电话，否则下个月的续约面谈。老大，你要下班了吗？我提前2分钟收拾东西，6点准时出门，合乎制度吧？丁，打卡成功。老大，救命啊！昨晚上去租贼娃子了吗？赵总，那个赵总简直就是魔鬼！他昨晚给我打了11个电话，从晚上8点一直打到凌晨1点。哦，赵总就这脾气。对接方案是恁个的，习惯就好。习惯个屁！他说方案里有17个地方要改，每一个细节都要给我掰扯40分钟，我改得眼睛都快瞎了。结果他最后一个电话告诉我，他觉得第13个修改意见想错了，让我改回第1版。组织会记住你的辛苦的，老大，你是不是故意的？你就是想看我死！老秦，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我严格遵守公司上下班制度，是你自己要接他的电话，这跟我有啥子关系？裴总监，恒安通讯的孙总在1楼大厅等您。我没约他。孙总说没预约直接来的，而且他还带2箱顶级的阳澄湖大闸蟹，说一定要见您一面。告诉他，我在开一个极其重要的会，没空见客。可是孙总说他可以等这大闸蟹。客户接待不归我管，让宋总监安排人对接。孙总是吧？我是盛恒科技运营总监宋锦宁。裴总监最近工作繁忙，您的项目由我来全权接待。孙总，恒安的项目对我们公司至关重要，我查阅了相关进度，接下来我会统筹全局，利用最先进的流程管理体系，确保项目的完美落地。宋总监是吧？我跟小裴合作5年了，每个项目都是他亲自盯的。公司是一个整体，我的团队同样专业。是吗？那你知道我们恒安系统的冗余架构是怎么设计的吗？你知道3期工程最核心的业务需求痛点在哪里吗？这些技术细节，我们的技术团队会。
那你总该知道，每次项目应酬，我喜欢喝什么酒吗？孙总，这跟项目无关吧？我们是正规商业合作。哼，怎么无关？每次小裴陪我喝的都是衡水老白干，因为他知道我是衡水人，这就叫诚意。你连我喝什么都不知道，一问三不知，拿什么来接手我的项目？宋总，这螃蟹是专门留给裴总的，别人不许动。至于你，还不够资格接手我们恒安的项目。裴炎，你们给我等等！我操！快看公共邮箱，恒安通讯发正式公函了。关于恒安通讯3期项目的推进事宜，我方要求由贵司裴炎总监继续担任项目负责人。如有人员变更，请提前书面告知，否则我方立刻重新评估并撤销合作关系。草丛流边的有宋经理、人事部，还有霍总的秘书，这是直接逼宫啊！钱总的邮件也来了，措辞更狠，说裴炎不管，他们就换供应商。啷个会这样？为啥子所有人都只认他一个人？宋总监，下班喽。孙总送的大闸蟹挺新鲜的，你要不要吃2只？不要客气。不用了。裴炎，你把公司推到悬崖边上，你觉得你这种做法很聪明吗？不聪明，但是合规。老大，出大事了！你快看邮箱，华瑞地产发正式公函了。华瑞，说啥子了？暂停3800万的智慧社区1期项目，他们直接宣布暂停总审汇报，说我们对接人员变动频繁，未能及时回应沟通需求。意料之中。最绝的是，这公函吵了全公司高管，销售部那边现在跟炸了锅一样，老黑已经疯了，刚红着眼冲进宋经理办公室了。是吗？那动静应该不小。宋总监，你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这到底是啷个回事？霍总，你冷静一点，客户的决定，我会协调处理。协调？你啷个协调？那单子我们销售部从谈判到签约，整整跟了1年半，眼看马上就要总审了，你现在给我搞黄了！我说了我会解决，裴炎现在人还在公司，他没有被辞退，也没有被调岗。那他啷个不管事了？赵总那边明确了，只要裴炎对接，你到底把他啷个了？我只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对他进行了合理的处罚，他自己态度消极，拒绝对接，这是他的职业操守问题。规章制度？去你大爷的规章制度！今年公司的业绩指标全压在这个项目上头，暂停1天就是几十万的损失。你是销售总监，既然客户有情绪，你为啥子不去安抚？末日白了！这项目从头到尾是裴炎在盯，技术方案是他写的，客户是他自己包下来的，跟我销售部有半毛钱关系。你这是在推卸责任！我推卸责任，宋经理，我告诉你，你求业务不懂，过场多。你以为客户看的是盛恒的招牌吗？人家看的是裴炎这个人，你个宝气！这3800万的单子要是整黄了，你引咎辞职都赔不起。霍总，您找我？宋经理，永信集团的周总刚才直接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到底在搞啥子名堂？霍总，我正在接手永信的项目，只是还在熟悉阶段。熟悉阶段，周总说永信2期数据迁移方案，他们等了3天，3天一点动静都没得。我管你用啥子方法，立刻把周总摆平，否则你这总监不要干了。
周总您好，我是盛恒科技的运营总监宋锦宁。关于我问你，永信2期的数据迁移方案到底啥子时候能发过来？周总您别急，我们这边已经在加紧推进了，我一定会协调各个部门。协调？我问你具体的技术细节，新方案里的双核数据中心架构，你们打算啷个解决跨机房的网络延迟问题？延迟能控制在几毫秒？这个延迟问题，我们技术部门还在评估，应该是符合行业标准的。行业标准？你连具体数字都报不出来，你跟我谈标准？还有原有业务系统的停机窗口期，你们打算啷个压缩？数据回轮机制触发的临界点设定在好多？停机窗口期，我会让裴岩，不对，我会让技术人员。一问三不知，你连最基本的业务逻辑都不懂，还当啥子总监？跑来接手这种核心项目？你们盛恒是把我们永信当小白鼠打整吗？周总，您听我解释，裴总监他最近……我不听你废话，我最后说一次，明天裴岩要是不来对接，这合作就别干了。老大，你简直是神算子！行政妹刚才说，宋锦宁在办公室被永信的周总骂了足足40分钟。挂了电话后，他在椅子上瘫了3分钟都没动弹，脸白得跟纸一样。外行指导内行，还强行抢方向盘，翻车是迟早的事。请说。小裴啊，你的手段我懂，但现在华瑞暂停了，永信那边也闹到了何总那里。林姐消息很灵通啊。你听姐一句劝，见好就收吧。你恁个闹下去，把公司逼急了，损失最大的可不一定是宋锦宁。高层要是秋后算账，你建功再多也要吃亏的。咱们做职场的得有大局观。大局观。林姐，你跟我谈大局观，那些年我陪客户喝出来的胃病算不算大局？凌晨2点给客户改方案，没有1分钱加班费算不算大局？大年30在机场通宵赶标组算不算大局？我不是想跟公司作对，我就是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如果做多做少一个样，做好做坏一个样，甚至在公司吃一桶泡面都要被重罚10万，那我为啥子要拼命？你说得对，但公司里说得对的人通常活不到被证明是对的那一天。保重。不，那是以前，现在规矩由我来定。喂，哪位？是裴岩裴总监吗？我是，您是哪位？我是华昌资本的吴总，瑞恒科技背后的投资方。原来是吴总，找我有啥子事？圈子里没有不透风的墙，裴总在盛恒受的委屈，我有所耳闻。不知道裴总今晚是否方便？我想请你喝杯茶，私下聊聊。行，时间、地点。为啥子会变成这样？裴总，明人不说暗话，盛恒科技现在乱局，大家都看在眼里。他们不识货，把真金当破铜烂铁踩。我这人最看重实干家。裴总，来我这儿吧，我给你开出盛恒3倍的年薪，外加华昌资本1%的股权。吴总，3倍年薪加股权确实是大手笔，但我不明白华昌资本为啥子要为一个盛恒的问题员工开恁个高的价？裴总，你太谦虚了，盛恒那帮草包不识货，把真金当破铜烂铁踩。但我吴某人心里有数，盛恒科技现有的核心客户里，超过60%是你裴岩一手带出来的。华瑞、永信这些上亿盘子的大户，他们认的根本不是盛恒的牌子，而是你这个人。吴总倒是把我们公司的底细摸得很透。实不相瞒，你因为在公司吃一桶泡面被新总监扣了10万块提成的事，第2天就传到了我耳朵里。看来公司内部早就有华昌的眼线，宋锦宁这个憨货还以为自己立了威，实则是把公司的底牌全亮给对手了。裴总，
会飞的雀雀，晓得挑大树鞋，来我这儿 VP 级别，团队你自己搭建。第一，我给你绝对的尊重；第二，除了3倍年薪，华昌再给你的1%的原始股；第三，你想在工位上吃泡面就吃泡面，煮火锅都没人敢管你。吴总的诚意我感受到了，不过我最近正在认真学习盛恒科技的员工行为规范，每天准时上下班，修身养性，这件事不急。哈哈哈，好一个修身养性，裴总硬是沉得住气。华昌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但是别考虑太久，行业的窗控口气可是不认人的。3倍年薪，1%股权，宋经理，你可能硬是做梦都想不到，你那份罚单把我逼成了资本眼里的香饽饽。终于坐不住了吗，霍总？霍总，晚上好。小裴，恁个久才接电话，很忙吗？不忙，下班时间正在散步。华瑞地产和永信集团的项目停止，客户投诉函堆满了我办公桌的事，你听说了吧？听说了。我还听说你今晚跟华昌资本的吴总在一起喝茶。连我跟哪个喝茶都晓得，看来霍元洲是真急了。霍总消息真灵通。小裴啊，你在盛恒干了8年，是公司的老骨干。这8年，公司给你平台，给你资源，你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做人眼光要放长远，不能因为一点委屈就跟公司赌气，甚至做出有损大局的事。宋经理是新来的，管理方式可能有些生硬，我会找他谈。但你现在这种拒接客户电话、准点下班、不跟进核心业务的行为，简直是在拿公司的前途开玩笑。你现在立刻回公司，把华瑞和永信的项目接手过来，一切以公司利益为重。霍总，您说完了吗？你啥子意思？既然您说完了，现在是不是该我按规章制度给您汇报一下工作了？霍总，根据宋总监亲自颁发并由您签字生效的员工行为规范第2章第4条之规定，员工需严格遵守朝9晚6作息，严禁无意义加班，下班时间非紧急情况不得处理工作事务。裴岩，你少拿制度来压我。作为核心骨干，你连一点牺牲精神都没有吗？牺牲精神？我这8年哪天不是凌晨2点还在改方案？哪天不是替公司在酒桌上喝到胃出血？结果呢？我为了一个紧急项目熬了3个通宵，吃了1桶泡面，就被你们定性为态度散漫，直接洗白10万块真金白银。那件事是宋经理处理不当，我已经……你们一边要求员工无偿奉献当牛做马，一边又纵容那种只会纸上谈兵的草包搞形式主义，把老员工的心血踩在脚下摩擦。霍总，这就是你说的大局。裴岩，你晓不晓得现在是在跟哪个说话？你非要闹到没法收场的地步吗？你有没有考虑过后果？后果？霍总，您是不是忘了，现在真正该承担后果的人到底是哪个？霍总，如果您觉得一个为了公司拼命8年的老员工比不上1桶10万块的泡面，那这种毫无底线的公司，我待着也没得啥子意思。小裴，你先莫冲动，这事我们可以坐下来。明天见，霍总，当然是早上9点以后。真爽，原来不当冤大头的感觉真的爽歪歪。裴岩这个混账，他是真的敢把桌子掀了！2亿8千万，这小子掐着公司的命门，根本不怕我。外面的秘书呢？立刻马上把宋经理那个憨货给我叫过来！霍总，您找我？我找你，我是想扒了你的皮。2亿8千万的损失评估，宋经理，你到底干了啥子好事？霍总，这只是预估。华瑞和永信的项目是因为裴岩恶意消极怠工，我正在重新梳理对接流程，只要梳理你大爷的流程！你晓不晓得华瑞的赵总刚刚发了啥子？终止合作，不是暂停，是终止。3800万的项目直接打了水漂，咱们还要倒赔380万的违约金。
不可能，我下午才发邮件要求跟赵总视频会议的。人家赵总让你爬，原话是：盛恒科技换个连底层逻辑都不懂的外行来对接，把他们当猴耍，这就是你说的梳理流程。霍总，情况彻底失控了。刚刚恒安通讯等7家核心客户全部发来暂停合作函，直接说总数，直接损失加上面临解约的潜在损失，已经飙升到1亿9千万。1亿9千万，5天时间，就因为你为了立威，却罚他了一桶泡面的钱。霍总，我马上去想办法补救，我可以去给客户道歉。你算老几？客户稀罕你的道歉，马上通知所有高管去会议室，告诉裴岩，今天这个会他必须给我参加。华瑞的事，宋总监，你还有啥子想解释的？霍总，客户流失的根本原因是裴岩无视公司利益，每天准时下班，拒接客户电话。如果他不摆烂，根本不会这样。哈哈哈！你放屁！你要是不眼红他手里的资源，非要拿员工行为规范去压他，扣他10万提成，人家能按章办事？公司不是他家，按规章制度办事有错吗？规章制度，宋总监说得好，所以我今天就是来跟各位探讨一下，怎么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裴岩，你还有脸说规章制度？你晓不晓得，因为你的消极怠工，公司损失了1亿9千万？宋经理，你闭嘴！这个你还想往外甩？你强行接管裴岩的客户，连技术参数都照错，才把客户逼走的。老何，别激动。宋总监说我消极怠工，这我可不认。从本周开始，我每天早上8点55分打卡，下午6点01分前下班，午休1小时绝不提前，一切完全符合宋总监颁布的员工行为规范。这啷个能叫消极怠工呢？那是底线要求。你手里的项目是公司的核心，客户半夜找你，你凭啥子关机？凭啥子？就凭你当初跟我说公司不是家，下班了别拿工作说事。我现在把工作和生活分得清清楚楚，1秒钟的便宜都不占公司的。宋总监，你应该给我发个优秀员工奖才对啊！够了，小裴，我平时是这么教你的，做人要有大局观。你在这个公司干了8年，这点委屈都受不了吗？霍总，大局观这东西得加钱，吃泡面扣10万的时候，啷个没人跟我谈大局观？你的情绪发泄也该够了，明天开始，你立刻恢复工作状态，把华瑞的单子给我追回来。不，裴岩，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吗？我晓得，但后果是公司的，不是我的。霍总，想让我复工可以，先把那10万块的罚款原封不动的还我。裴哥，你疯了！你昨天敢当着所有人的面怼霍总，你就不怕他跟宋经理穿一条裤子，直接把你开了？开就开呗。我的哥，现在经济多不清晰，你这拖家带口的，要是被开了……昨天瑞恒科技的吴总约我喝了茶。瑞恒，我们最大的死对头，他找你干嘛？他给我开了个价，3倍年薪加 VP 职位，外加期权。我靠，3倍！8年了，我把深恒当家，换来的是卸磨杀套。既然要博弈，那就看看谁手里的筹码更硬。出大事了！你看行业群没有？裴哥要跳槽去瑞恒的消息已经传疯了。完蛋了！赵总那边刚才打电话过来，直接问裴岩是不是离职了。如果离职，他们手里的项目全部跟着裴岩走，涉及2亿4千万的合同全都要逃跑了，公司要被掏空了。霍总不会放过我的，如果这2亿4千万没了，我就得被推出去祭天。裴总监，宋总监有何指教？那天的事是我太教条了，我已经向人事部申请撤销对你的处罚，那10万块提成今天下班前就会打到你的卡上。哦，宋总监不谈规章制度了。公司现在面临2亿4千万的损失危机，算我求你，你立刻恢复对接客户，把项目稳住。宋总监，以前我把公司当家，啥子活都干，现在我觉得你说的对，上班是上班，下班是下班。我得谢谢你，让我找回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裴岩，咱们都是给公司打工的，现在公司有难，你忍心看着它垮掉吗？你难道就不顾念这8年的感情？你现在谈感情了？宋经理，你知道老大因为吃泡面被你罚10万那天他在干啥子吗？那天为了修改华瑞的经济方案，他一个人在工位上熬到了凌晨2点，他连口热饭都没吃上，就吃了一桶泡面。你上来就罚10万，你现在跟他谈感情？他一个人在工位上熬到了凌晨2点，我差点毁了公司最拼命的人。霍总，
是我们需要谈谈。老大，我没搞懂，宋经理今天都低声下气认错了，10万块也说要退给你，你啷个还不顺到台阶下呀？真要把公司搞垮吗？秦说，你觉得这是10万块钱的事吗？难道不是吗？退钱是他们高高在上的施舍，今天他们能因为损失退我10万，明天就能因为别的理由再罚我20万。那你到底想要啥子？我要的是一个从此以后在公司再也没有人敢因为一通冒面罚我的绝对保证。我要让霍元洲明白，深恒科技的底牌是我裴炎。老大，出大事了！霍总提前1天回来了，刚落地就直奔公司，动作比我预想的慢了半天。看来昨晚宋总监没少在电话里哭诉。我的哥，你还喝得下咖啡？前台妹儿说，霍总一进门脸黑得跟锅底似的，直接把所有高管叫进去开了1个小时的闭门会议。刚才行政那边透露，霍总让人调出了你过去8年的所有项目数据。看我的数据，估计他现在正在算一笔账，看看杀鸡取卵的话，这只鸡到底能切出多少斤肉。裴总监，听说客户那边的节约函都快把法务部的传真机卡爆了，您这次是不是玩得太大了？裴总监，霍总让您现在去一趟董事长办公室。完了，这是要秋后算账了！老大，你千万悠着点儿，霍总这次绝对是动真格的了。实在不行，咱们先服个软，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服软，老秦记住，在职场手里握着王牌的人，从来不需要服软。哼，该服软的人现在正在办公室扣脑壳嘞。霍总，你找我？看看，你自己看看。陈姐前2天发消息说是2亿4千万，今天涨到好多？2亿8千万。今天早上，恒安的孙总和永信的周总又发来了措辞严厉的解约函。裴炎，你到底想干啥子？我对你不够好吗？这8年来，深恒科技亏待过你吗？霍总，这话说反了，是深恒科技亏待了我的业绩，更亏待了我的付出。哼，你对客户不上心的每一天，公司都在大出血。你以为你是在跟宋经理较劲吗？你是在拿公司的命脉搞起耍。霍总，纠正一下，我没有对客户不上心。我只是在严格遵守公司新发布的员工行为规范，朝9晚6，绝不早退，也绝不加班。这不正是公司或者说您的新任运营总监所极力倡导的规范化管理吗？我作为一个老员工，以身作则，完美执行，我有啥子错？你少拿规章制度当挡箭牌！你明明晓得宋经理不了解业务底层逻辑，晓得那些客户只认你。既然晓得他不了解业务，那是哪个赋予了他鸡毛当令箭的权利？是哪个允许他踩在公司的脸上立威的？霍总，这巨额损失不是我造成的，是公司盲目纵容外行瞎指挥，死守规章制度的必然后果。我不过是配合你们的演出罢了。裴炎，你真以为公司离了你转不了，我就不敢动你吗？霍总，您当然敢动我，毕竟规范化管理嘛，谁也不能凌驾于制度之上。昨天晚上，吴总刚请我吃了个饭，不仅是吃饭，吴总连我过去8年做过好多个埃及客户都门儿清。他开出的条件是3倍年薪，外加华昌资本 VP 的职级。你还真跟华昌谈了？吃顿饭而已，摸摸底，那是基本的职业素养。毕竟深恒科技既然连我吃一桶泡面都要计较，我总得为自己的后路打算打算。唉，小裴，咱们认识9年了，你刚来的时候简历上写着能吃苦，这9年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公司发展到这个阶段，确实需要规范化管理。宋经理的出发点没问题，但他极端粗暴的做法，我绝对不认同。关于扣除你10万块提成的事，我已经让财务撤销了。不仅如此，10万块钱今天下午就会全额打到你的卡上。这事儿委屈你了，霍总，退钱只是纠正了你们犯下的低级错误，这是理所应当的，算不上啥子恩赐，更谈不上委屈。我就晓你在这儿没那么容易打发。看下这个，从今天起，你正式升任项目管理中心总经理，统管项目1部、2部、3部，直接向我汇报。至于年薪，直接在原基础放付80%，外加项目突出贡献奖，上不封顶。怎么样？这个诚意够不够留住你？霍总，这顶多算涨薪，也是我用2亿8千万的教训，
帮公司换来的明白账。我要的是这家公司再也没人能对我下达荒唐的罚单。这小子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只知道拼命加班的毛头小子了，他的野心远比我想象的要大。这是我上飞机前就准备好的，本来不想这么早拿出来，但现在看来不得不给了。小裴，华昌能给你3倍年薪，但你在那里永远只是个打工的。盛恒科技是你和我一起做起来的，这里有你的根。这不是期权，是干股，不需要你等几年修钱，只要你在，每年直接分红。去年公司估值12个亿，1%，你自己算算，这就是我给你的绝对保证。不仅如此，我刚才已经签发了2项新规：第一，废除加班不准进食的奇葩规定，以后公司全额报销加班餐补；第二，大幅削减宋静宁的管理权限，从今天起，他被调离至流程优化岗，触发权限降至2000块以下，以后公司的核心业务他连边儿都摸不到。以后在公司随便吃，谁敢因为这个罚你1分钱，让他直接来找我。谢谢霍总。不过老坛酸菜的不够啊，再加2箱红烧牛肉的。霍总，给我3天时间，让华瑞和恒安的合同重新躺在您的办公桌上。裴总监，恭喜升职。宋总监，消息挺快。我不应该当众处罚你，我向你道歉，希望你能原谅。翻篇了，宋总监，以后加班到凌晨2点的时候，记得吃点东西，莫饿到。老大，你太牛了！刚才行政发邮件，宋经理被一撸到底，去管流程优化了。少废话，开工！老秦，把华瑞和恒安这2天的所有对接记录整理出来，5分钟后发到我邮箱。各小组负责人，10分钟后会议室开会。收到。喂，盛恒科技要是再让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女总监来给我扯皮，咱们就直接法庭见。孙总，我回来了。之前的项目，现在按我的规矩重启。重启？裴岩，你小子可算出现了！你知不知道这几天我被你们公司那个新来的女总监烦成什么样了？她一天给我打3个电话，每次都说她来负责。孙总，消消气，人员调整难免有磨合期。磨合个屁！她负责什么？她知道我们恒安的服务机构是怎么搭的吗？她知道我们3期的栽培方案要兼容哪几套旧系统吗？跟她聊技术，简直是对牛弹琴。他确实不晓得，但那些方案的底层逻辑全在我的脑子里。小裴，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这几天玩失踪，是不是外头有人拿高薪挖你？你要是跳槽，恒安的单子我直接带走跟你签。孙总抬举了，我没跳槽，刚升了职，以后恒安的项目还是我亲自跟您对接，而且资源调配我说了算。哈哈哈，你小子升职了也不早说。那你说，你这几天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我给你打了27个，我给我亲儿子1年都打不了这么多。我的错，回头我请您吃饭，衡水老北干，管够。哈哈，不平起步，就是这么说定了。明天赶紧把修改版发我。我靠，裴哥，不对，裴总，行政刚刚发全员通报了，任命裴岩为项目管理中心总经理，直接向董事长汇报。另外公司授予裴岩1%的干股。裴总，1%啊，按照咱们公司的估值，那可是1200万，1200万啊！估值而已，又不是现金，莫一惊一乍的，这才只是开始。
我要的是在这个公司绝对的掌控力，不再任人拿捏。都莫杵到了，继续干活。老秦，查一下华瑞赵总现在的行程，准备收网。小裴，你终于舍得打电话了，我以为你从地球上消失了。赵总，好久没联系，华瑞的那个项目，我想跟您再聊哈。聊啥子聊？解约函我都让法务发给你们了。张哥，你们那个啥子都不懂的宋总监搞不定，又把你推出来顶雷。我告诉你，我绝不吃回头草。赵总，我晓得这段时间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给您添了麻烦，但华瑞这个项目的方案是我亲自带队熬了2个月做出来的，3800万的投入，对华瑞来说也不是一笔能随便打水漂的账。市面上能做智慧社区系统的公司确实多，但能做到完全兼容华为现有底层数据且不增加2次开发成本的，只有我们。零换供应商至少要多等3个月，多花500万。赵总，给我1天时间，明天我亲自飞过去，把重组后的方案当面给您过一遍。如果您看完还是决定终止，我二话不说，该赔的违约金1分不少，我裴燕个人再给您赔罪。你亲自飞过来？对，明早第1班飞机。行，明天下午2点，我工地办公室，过时不候。裴总，加班辛苦了，我特意去楼下给你买牛双份的肉，别再吃泡面了，伤胃。放桌子上吧，谢了。宋总，你来干啥子？我来找裴总汇报点事。裴总，当宵夜吃吧。吃过了。霍总让我写一份这次间的流程复盘报告，我不知道写的对不对，想请您指点一下。这就是你写的复盘，通篇都在检讨自己过于急躁，缺乏沟通。宋经理，你是不是到现在都没搞清楚自己错在哪儿？公司如果永远靠几个人的英雄主义撑起，早晚得倒。你错在把规范化当成了一刀切的砍刀，你错在只看流程不看做事的人。别只写自己错在哪儿，也写写你初衷对在哪，比写100句我错了的废话有用得多。我明白了，我会重写。裴总，你之前明明说过公司不是家，可你现在为啥子又愿意留下来彻夜加班？不矛盾，公司确实不是家，但我现在愿意为他多干点活，不是因为那些狗屁制度逼我，也不是因为哪个领导压我，是因为现在这个盘子由我做主，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听懂了吗，宋专员？懂了，裴总。裴岩，你面子够大的呀！哼，之前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现在带着个助理跑来我这儿，怎么以为我华瑞是菜市场？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赵总，之前的缺席确实是我个人的问题，但我今天来不是来叙旧的，是来给华瑞送钱的。哼，送钱？你们那个啥子宋总监，连我项目的容积率和商业倍比都搞不成头，拿一堆狗屁不通的流程来活我，这就是你们圣恨送的钱？这回头草，我赵某人绝对不吃。宋总监不懂业务，所以他拿不出这个。这是我根据华瑞目前2期地块的实际连夜重估的方案。你不是在圣恨摆烂吗？还有空做方案。摆烂的时候脑壳比较清醒，正好能看出你们旧方案里的致命漏洞。漏洞？你少在这儿危言耸听。旧方案里，你们把南侧的商业街和北侧的高端住宅区进行了硬隔离，表面上看是保证了住宅的私密性，但实际上直接切断了商业街40%的人流导入。不仅如此，你们预估的资金回路周期是18个月，但我重新做了模型，只要把地下车库的动线微调，配合智能导引系统，商业街的开业时间能提前3个月。这3个月的时间差，光是商铺租金和资金利息就能给华瑞多挤出至少2000万的净利润。赵总，这2000万你确定不要？你小子平时看起闷不吭声，咬起人来是一点都不含糊。赵总过奖，我只是个打工的牛马，拿钱办事讲究个专业。哈哈哈哈哈哈！好一个专业！
重新签，条件不变。裴总，以后这华瑞的项目我只认你一个人。小裴啊，恒安通讯项目干得漂亮，这几天又有好几家新客户主动找上门，都指名道姓要找你这个靠谱的裴总嘞。何总过奖了，分内之事。好好干，公司不会亏待工程的。裴总，宋总监，一个月了，跑掉的客户回来了70%，一切都回到了正轨。怎么，宋总监，吃泡面又要罚款吗？下次别吃泡面了，我带了饭。坨了，不过闻起好像还挺香的。规矩是私的，人是活的，要靠实力说话。10万块一桶的面，值喽。